2022年8月29号那天，大熊猫福禄跟其他的怀孕的大熊猫一样，出现了一些妊娠的反应。当时我们的兽医和我们的大熊猫饲养管理人员就一起到了现场去观察，然后期待着这个新生命的到来。当时出生之后，我们从开始看到它的那个大小，觉得还挺正常的。然后它妈妈也能够顺利的把它抱到怀里面。但是我们经过我们的观察，觉得它在妈妈的怀里面，它的后肢好像不是很灵活。一般情况，我们大熊猫出生之后，我们都会对它做一个全身的一个检查。在它的妈妈把它抱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就把它取了出来，放到育婴箱里面去检查。然后当时就发现它的体重是正常的，有100多克，但是它的2个后肢都是不能活动的。然后我们人为的去稍微的去弯曲一下，都是非常艰难的。然后这段时间呢，我们就是每天会去观察它的后肢的一个活动情况，然后我们觉得它的后肢肯定是发育不良的。还好的是，这段时间它采食的欲望非常积极，然后每天能够吃到正常的奶，然后各项的生命体征也是比较正常的。它的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速度，跟同龄的大熊猫也是差不多的。大概6周龄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给它安排了比较密集的一个检查，一直到它的1岁左右。我们对它分次做了 X 光扫描，然后又做了 CT。又做了核磁共振，最后发现它的脊柱里面有一块脂肪瘤。我们也通过和很多的专家在一起进行了多次的一个交流和讨论，最后确诊大熊猫福碗它是患了先天性的一个脊髓脂肪瘤，这个问题在大熊猫身上是首例。然后随着大熊猫福碗的一个成长，它这个脂肪瘤对它身体造成的一些问题就逐渐的暴露了出来。其实我们的大熊猫脱离育婴箱之后，就逐渐可以自己排尿了，但是大熊猫福碗就没办法做到。我们现在有2个饲养员，24小时值班来护理它，每2个小时对它进行1次刺激排尿。它的饲养跟普通的大熊猫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在大熊猫幼崽在1岁左右的时候，它们就会跟着妈妈一起学习吃竹子、吃竹笋。吃这方面它是没问题的，但是只要吃多了就会排不出来，这也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一直去寻求它吃的食物和它身体发育和它身体健康的一个平衡，就是它只要排不出来了，我们就会积极的去处理。这是它整个肠道的一个蠕动，一个消化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弱的。在2024年这个阶段，它陆陆续续发生了很多次的排不出来便，能够上升到肠梗阻这种情况，至少都是3次。其实我们一直想的是能够通过手术去把这个脂肪瘤给它取出来。为这个手术，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一方面是术后的护理，大家看到我们给他做的那个护具，其实做的这个护具最初的初衷是为了手术之后对他保护。这个护具是已经是它的第4代护具了，防止它磨到自己的腿和尾巴，造成磨损性损伤。而且这个护具还有另一个作用是，可以更加的利于它排便。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解决它的排尿的问题，希望能够解决它运动的问题。结果我们许多次的讨论之后，觉得我们术中的一个麻醉，术后的一个护理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每一个环节如果出了问题，可能都会影响到它生命的一个安全，这手术风险实在是太大。我们的这2个目的达到的几率都是非常渺茫的。所以经过许多次的交流和讨论之后，我们跟所有的专家
最终都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就是对于大熊猫服晚这个病例来说，最好的方案就是维持现状。作为大熊猫服晚的主管兽医，陪伴了它将近3年，我觉得回想起来，这么2年多的时间是非常困难、非常坎坷的。但是我觉得服晚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坚强的一个熊猫。虽然服晚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肯定还会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未知的风险，但是我们熊猫基地依然会全力以赴来尽可能的保障它每一天过得更好。